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出海成功，长安24季登顶多榜，程毅冷血谋士成年度最具反差感角色。当疯批谋士谢怀安在长安街头面对金无畏的当众污蔑，不疾不徐地以三声层层递进的你是反贼反击时，那种从戏谑玩味到冰冷肃杀，最后归于狠厉决绝的情绪转换，让荧幕前的观众瞬间汗毛倒立。这个角色仿佛一束精准的追光，照见了演员程毅自身职业生涯的某个隐秘剖面。历经市场口碑的淬火与沉淀后，凭借一个极致复杂的灵魂，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演技证明与行业突围。长安24季的开播堪称投给年末剧集市场的一记惊雷，其声势之猛，数据之悍，远超寻常爆款。首日即空降豆瓣实时热门榜榜首，剧集短评区涌入超过6万条激烈讨论，一派久违的全民追剧盛况。在播出平台优酷，它更是以首日热度峰值7509的成绩，刷新了平台年度开播纪录。在央视8套的收视战场，峰值破 2.2， 市占率超 11% 的数字，毫无悬念地锁定了同时段的全网第一。然而，最具里程碑意义的，或许是它作为首部由 Netflix 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的国产古装剧，在台湾地区播出后迅速冲上收视榜第3，实现了文化影响力扎实的跨海辐射。这一系列彪悍战绩，让这部摒弃所有感情纠葛，纯粹依靠智力博弈推进的硬核权谋剧，在与《狙击蝴蝶》双轨等热门剧集的正面交锋中强势夺冠，也为程毅的2025年画下了一个从谷底攀升至峰峦的惊叹号。这一切的逆转，对于熟悉程毅近年来轨迹的观众而言，感慨尤深。时间回播至2025年9月，彼时其主演的武侠剧《富山海》在一片争议声中开播。尽管该剧创下了平台的开播热度纪录，程毅在剧中挑战一人三角的尝试也获得了部分专业视角的认可，但围绕其原声台词力度与部分场景表演层次的批评声浪，却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回响，成为悬在其演员口碑之上的一道显眼刻痕。随后播出的《天地剑心》虽制作精良，却也未能完全扭转这股审视的浪潮。市场似乎在等待一个答案：程毅的表演边界究竟在哪里？直到《长安24季》里那个苍白瘦削、眼神却如淬毒匕首般的谢怀安缓步而来，所有质疑找到了消解的出口。观众恍然发觉，这位演员最致命的武器，或许从来不是外放的拳脚，而是收束所有外在形势后那双能精准传递谋算、痛楚与疯狂的眼睛。长安24季的破圈绝非偶然，它是一场由高概念剧本、顶级表演阵容与电影级制作工业共同精密协作的胜利。这部剧剧情毫不拖沓，开场10分钟内，谢家灭门惨案，主角10年蛰伏，重返长安的核心动机3大支柱清晰立起。全剧仅有28集的体量，却承载了超过50处情节反转，节奏密不透风。它毅然摒弃了所有作为保险栓的感情线，让每一寸叙事空间都充满了谢怀安与帝王萧武阳、虎臂将军严凤山之间的智力绞杀。这种去恋爱脑、全权谋脑的极致设定，在当前市场无异于一场冒险，却意外的精准命中了高端剧迷的渴求，被誉为国产剧一次难得的智力尊重。剧情结构巧妙化用36计智慧，以单元计谋推进，瞒天过海，借刀杀人，反间计连环相扣，构建出令人拍案的局中局。谢怀安那句平凡有何用，我要他们死的台词，彻底撕开了传统复仇叙事温情脉脉的面纱，展露出冰冷彻骨的现实锋芒。
而将这张精密如钟表的剧本全面激活的，是以程毅为引擎，一群戏骨保驾护航的神仙阵容。程毅所饰演的谢怀安，是一个国产剧中罕见的灵武力直谋士，他的强大不依赖于拳脚刀剑，而全然寄托于苍白面容下的深邃眼神、微妙的嘴角牵动与呼吸节奏。除了那场封神的3段式反贼质问，另一场他自行拔出自入井侧短剑的戏份，已被众多医科生列为疼痛演绎的视觉教材。在鲜血喷涌的骇人画面中，他以逐渐浅快的呼吸频率，配合咽喉与面颊肌肉无法自控的微颤，将失血性休克前的虚弱与极端剧痛刻画得令人揪心。这种以神代行的表演，要求演员将全部能量内化，于极境中酝酿风暴，恰恰是程毅突破既往框架，展示表演深度的关键一跃。若说程毅是棋局中那枚落子无悔、牵动全局的帅，那么环刺棋盘的对手与盟友，则是一众足以拖住任何表演下限的国手级演员。刘奕君饰演的帝王萧武阳，多以与雄略并重，每一次与谢怀安看似推心置腹的对话，实则都是步步惊心的试探与利用，氛围压抑至令人窒息。张涵予首次挑战古装反派，仅凭巍峨如山的身姿和眼神中偶尔流露的残酷，便将一代枭雄的霸道与复杂性立住。王劲松饰演的谋士吴仲恒，于儒雅谈笑间完成立场转换。倪大红饰演的国师，垂暮之年仍老谋深算。叶祖新饰演的镇北侯，惊鸿一瞥的眼神细变，已道尽人物沧桑。正是这群戏骨构建起的坚实表演生态，让程毅的疯批演绎有了最可靠的反应对象与承托之力，高手过招，火花四溅，共同撑起了一幅幅张力满意的人物史诗画卷，让这场顶级智力博弈得以令人信服的落地生根的，是剧组斥资1.2亿人民币匠心营造的唐风美学宇宙。这里的匠心并非空谈，而是落实到每一处偏执的考究。剧组并未满足于影棚搭建，而是参照古籍与古画，实景铸造了占地200亩的唐城。漫步于剧中朱雀大街，湖商酒肆旌旗招展，琵琶乐伎声声入耳，盛唐长安的国际化繁华与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。服装上，谢怀安的多套袍服采用了唐代濒临失传的绞线工艺，纹样直接溯源敦煌壁画中的宝香花与卷草纹，道具细节更令人叹服。一份作为关键线索的长安城防图，其绘制需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亲自监制审核。剧中饮茶、饮酒的器具均严格复刻唐代出土文物形制，镜头语言则充满东方诗意。窗棂分割的光影暗示人物命运的明暗交织，雪中纸伞的孤影意境化用了人生到处之和似，映似飞鸿踏雪泥的古典哲思。这一切精雕细琢，共同构建了一个可触摸、可呼吸的历史时空，让谢怀安的复仇不再是悬浮的计谋游戏，而是每一步都踏在厚重文化质感之上的真实命运。当然，《长安24季》的爆火也并非一片颂歌。开播后，豆瓣上5星力荐与1星尖锐批评并存的局面，正说明了其激起的巨大讨论声浪。关于剧情逻辑的严密度、个别计谋的可行性，乃至程毅表演方式的争议，始终伴随其高热。但恰恰是这些理性的探讨，而非一边倒的追捧，证明它是一部真正被认真对待的作品。它像一次掷地有声的市场实验，雄辩地证明，在甜宠玄幻占据主流话语的当下，一部节奏紧凑如美剧，表演扎实如话剧，制作考究如电影，内核坚硬纯粹的男性向权谋剧，依然拥有引爆全民话题，并成功叩开全球大门的巨大潜能。从凭借《莲花楼》中李香怡一角出世锋芒，
到赴山海中穿越少年经历市场严苛审视，最终在长安24计的谢怀安身上完成淬火重生。成毅的这段旅程，恰似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华丽冒险。他昭示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：演员最有力的翻身，从来不是对争议的回避或粉饰，而是在蛰伏期沉淀心性，磨砺技艺，等待那个与自身特质完美共振的角色降临，然后全力以赴，一击即中。而市场与观众最终会用最热烈的掌声回报那些敢于抛弃安全套路，以赤诚匠心与硬核实力认真讲好一个复杂故事的勇者。所谓逆袭，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加冕礼。